上万人集体目睹的不明飞行物到底是个啥？随着 UAP 机密频频曝光，29年前那桩震惊全美的凤凰城 UFO 悬案再次被推上风口浪尖。你敢信吗？上万人同时抬头，看到一个比数个足球场还大的微型巨物无声无息划过夜空，连时任州长都亲口承认这不是人类造的，可官方转头就甩锅是照明弹。这自相矛盾的说法背后，到底藏着怎样的惊人秘密？首先，我要把你丢回到1997年3月13日的晚上，美国凤凰城原本平平无奇的夜晚，突然被一阵诡异的寂静撕碎。你正走在街头，身边的人突然全部驻足，齐刷刷抬头盯着天空，连说话的声音都消失了，静到能听见你自己的心跳。这场景光想想就头皮发麻。就在众人茫然之际，一个带着橙红色光点的庞然大物慢悠悠从头顶掠过，没有引擎声，没有尾焰，像幽灵一样飘在夜空，大到能遮住整片星空。有人说它比波音747还大，有人说宽度能横跨好几条街， V 字形轮廓清晰可见，前缘的光点排列得整整齐齐，一眼望不到头。试想，这要是普通飞机，能有这排场吗？更离谱的是，当晚的目击范围远不止凤凰城，内华达、墨西哥北部，横跨300多英里的区域，上万人都看到了这一幕。不是一个人看错，不是2个人造谣，是上万人的集体记忆，这总不能是集体幻觉吧？更关键的是，目击者里不光有普通人，还有天港机场的空管、商业航班的机组人员，甚至卢克空军基地的值班人员。可诡异的是，这么大一个巨物，雷达上竟然完全捕捉不到它的信号，一个数百米宽的东西，怎么会在雷达上凭空消失？卢克空军基地瞬间慌了，立马起飞 F-15战机，试图拦截锁定这个目标。可不管战机怎么加速，怎么调整方向，都像抓空气一样，根本碰不到它，仿佛它能穿透空气一般。这要是人类的飞行器，能有这本事？我们顺着时间线看看这起事件的完整经过，每一个细节都让人细思极恐。最早的目击记录发生在晚上7点55分，内华达州一个开车的大哥突然看到天空中出现一个 V 型飞行物，前缘有6盏灯，发出淡淡的橙红色光，飞行时只有轻微呼啸声，不快不慢地往东南方向飞去。谁也没想到，这只是这场集体目击的开始。仅仅过了20分钟，晚上8点15分，亚利桑那州波尔登，一个前警察在自家院子乘凉时，突然发现天空中有红橙色光点，呈倒 V 型排列，4盏灯聚在一起，还有一盏跟在后面。他赶紧拿出望远镜观察，发现这些光点异常稳定，一点都不晃动，直到慢慢消失在南方地平线，全程没有一丝声音。你见过没有声音的飞机吗？答案显而易见。而最热闹的时刻出现在晚上8点17分到10点，凤凰城全城陷入集体目击的狂热。普雷斯科特山谷的居民说，他们看到的不是简单的光点，而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固体 V 型物体，飞行高度极低，慢到能看清它的轮廓，甚至能看到城市的灯光在它底部反射。要知道，一个这么大的固体物，低空缓慢飞行还完全静音，这在1997年人类现有科技根本做不到。还有人表示，这东西飞过的时候，路边的路灯都变暗了，阴影能覆盖大半个街区。其尺寸之巨可见一斑。当晚，官方收到了超过5万份目击报告，筛查后有效目击者至少有1万人，涵盖警察、医生、飞行员、教师，甚至军方人员。更关键的是，他们的描述高度统一，固体结构、微型、静音、光点稳定。这要是误判，怎么可能所有人都误判的一模一样？在所有目击者中，有一个人的证词最具分量，时任亚利桑那州州长费弗森明顿。他本身就是个老飞行员，飞过无数种飞行器，对各类飞行设备了如指掌。事件发生后，他在公开场合一直含糊其辞，可私下里却跟身边人坦言，我是飞行员，我认识所有飞行设备，这东西比我见过的任何机器都大，是个巨大的谜团。一个州长，一个专业飞行员，为什么不敢公开自己的真实所见？他到底受到了什么压力？事件持续发酵，舆论越来越大，所有人都在追问：天空中的到底是什么？
官方一开始态度强硬，卢克空军基地、国民警卫队全都公开否认，说当晚没有任何军机活动，言外之意就是大家都看错了，纯属无稽之谈。可这话谁能信？上万人同时看错，还有几十段清晰录像，这怎么可能是无稽之谈？迫于舆论压力，2个月后，官方终于松口，给出了所谓的官方解释，还特意把事件拆成2部分。听起来头头是道，可仔细一分析，全是漏洞，比编的故事还离谱。官方宣称，大家看到的微型光体是戴维斯蒙森空军基地雪鸟行动中5架 A-10攻击机组成的编队。当时他们关闭了防撞闪光灯，只开了编队灯，所以被误认成了 UFO。至于那些悬停的光点，则是马里兰州空中国民警卫队的 A-10战机在靶场投放的 LUU-2B B 型照明弹，靠降落伞缓慢下降，看起来就像悬停。更有意思的是，2007年参与当年任务的飞行员埃德·琼斯中校公开承认，当晚确实投放了约10枚照明弹，看似坐实了官方的说法。可只要稍微动动脑筋，就知道这根本站不住脚。4个致命漏洞直接戳穿谎言。第一个漏洞，尺寸和噪音完全对不上。A-10攻击机一展只有17米，5架组成的编队宽度撑死也就几十米，可目击者描述的飞行物宽度达到数百米，甚至有人说有1英里宽，比数个足球场还大，这差距不是一星半点。而且 A-10引擎噪音极大，低空飞行时数公里外都能听到。可所有目击者都明确表示，那个飞行物完全静音，官方这是把大家当傻子糊弄吗？第二个漏洞，光点特征根本不符。大家都见过照明弹吗？燃烧时长只有5分钟，亮度随机波动，还会随风飘动，根本不可能稳定不动。但目击者看到的光点亮度特别稳定，排列整齐，还悬停了整整30分钟。后来专业软件分析录像也证实，这些光点的亮度呈阶梯状稳定变化，和照明弹的特征完全不符。官方总不能说他们的照明弹能悬停半小时吧？第三个漏洞，时间和轨迹对不上。官方说照明弹的投放时间是晚上10点以后，可整个事件的核心目击高峰是晚上8点到9点，整整提前了1小时。这时间怎么可能对得上？而且投放照明弹的靶场在凤凰城西南，可那个飞行物是从内华达飞往墨西哥，横跨300英里，照明弹怎么可能有这么长的飞行轨迹？难不成它还能自己飞，自己改变方向？最离谱的是第4个漏洞，州长的反转证词。一开始，州长在记者会上还让幕僚扮成外星人，调侃这件事儿，试图平息舆论，假装大家都在小题大做。可2007年，他卸任之后，突然公开承认，我撒谎了，我确实看到了，那绝非人类飞行器。我当时沉默，是不想引起民众恐慌。朋友们，一个州长卸任后突然反转证词，承认自己当年撒谎，这背后到底有什么隐情？如果官方的解释是真的，他为什么要撒谎？如果他说的是真的，那官方到底在隐瞒什么？你敢细想吗？官方的解释站不住脚。那这个神秘飞行物到底是什么？这些年关于凤凰城 UFO 事件有3种主流假说，你听听哪个更合理？第一种，也是最热门的一种，外星文明飞行器，核心依据就是这个飞行物的飞行特征：静音、低空悬停、瞬间加速、直角转弯，这些特征在1997年人类科技根本达不到，就算到了2026年的今天，人类也造不出这样的飞行器。而且上万人的集体目击、多段清晰录像、州长的反转证词，这些都无法用现有科学完全解释。但遗憾的是，没有直接证据，没有外星生命接触记录，也没有飞行器残骸，所以这只是一种合理推测，没有实锤。第二种，美军秘密黑科技，这个假说相对合理一点。事件发生在冷战末期，美国军方一直在西南部开展大量绝密飞行试验，雪鸟行动本身就是高度机密的训练项目。官方后来改口，信息封锁，很可能是为了掩盖更敏感的军事活动。但这里也有漏洞，绝密项目最讲究保密，怎么可能在凤凰城这样的100万人口城市上空试飞，还被上万人看到？
而且就算是黑科技，也不可能达到目击者描述的巨型尺寸，更不可能完全静音。第三种，人造物体或自然现象误判，这是最科学的一种假说，参考同类 UFO 误判案例，比如谷歌气球、报废卫星、行星错觉。2007年、2008年，凤凰城再次出现类似光点，后来被证实分别是军方照明弹、居民放飞的带信号弹的氦气球。但这个假说只能解释部分光点现象，无法解释1997年那起事件中上万人看到的固体 V 型巨物，也无法解释跨州同步目击的情况，所以它也不能完全破解这起悬案。说到这里，必须给大家科普一个知识点。很多人一听到 UFO 就以为是外星飞船，其实不是。UFO 的全称是未识别飞行物，意思就是我们暂时不知道它是什么。绝大多数 UFO 事件都是人类飞行器、自然现象，比如甲状云、流星，或者人造物体，比如气球、卫星的误判，并不是什么外星文明。你以前是不是也误解 UFO 了？还有人说上万人同时看到就是集体幻觉，这也不对。当很多人在同一环境、同一时间看到同一个现象，而且描述高度统一，大概率是真实发生的事件，只是我们暂时无法用现有认知去解释它。这不是幻觉，而是未知。我们可以不信外星文明，但不能否认未知的存在。这也是凤凰城 UFO 事件的魅力所在。说到这里，相信你心里已经有自己的判断了。但这起事件还有3个核心疑点，至今没有任何人能完美解释，越想越诡异。第一个疑点，1997年的人类科技到底能不能造出静音、巨型、低空悬停的飞行器？如果能，为什么至今没有公开？如果不能，那当年凤凰城上空的东西到底是什么？第二个疑点，官方为什么前后矛盾？一开始否认有军机活动，后来又说是战机编队照明弹、雷达数据、F-15拦截记录、训练日志，为什么至今不完整公开？他们到底在隐瞒什么？第三个疑点，州长的反转证词到底是真话还是卸任后的博眼球？如果是真话，当时军方到底给了他什么压力，让他不敢公开真相？如果是博眼球，为什么要拿这样一件影响巨大的事件开玩笑？其实说到底，凤凰城 UFO 事件从来都不是一个简单的看错了或集体幻觉，它的背后是上万人的集体记忆，是官方漏洞百出的解释，是至今未解的疑点，更是人类对宇宙、对未知的敬畏。我们可以不信外星文明，但不能否认，在这个浩瀚的宇宙中，人类真的很渺小，还有太多我们不懂的东西，太多未知的秘密等待我们去探索。好消息是，最近有了新进展，川普总统下令要求公开 UAP 相关机密，国会议员安娜·保利娜·卢纳代表国会工作组向战争部长提交信件，要求4月14日前交付46个 UAP 相关视频。可截止日期已过，视频却迟迟没有动静。前几天，卢娜直接发推质疑，说五角大楼无人回应，疑似有人故意压下信件。不过他放话，一定会拿到视频，绝不拖延。紧接着就有战争部官员证实，白宫正联合五角大楼 ARROW 办公室协调发布从未公开过的新 UAP 数据，也期待着凤凰城 UFO 悬案能早日有一个合理的解释。